你是刚刚开始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的话，你直接去抖音上搜索一下健身3分化训练计划，家庭版的、健身版的都有。像这种的话，现在知识基本上都是透明化的，你都可以去搜，一搜都有答案，而且大部分教的都一样。这是力量训练第一个原则，一定要进行分化训练。第二个方向，很多人问的啊，我在家里面我这个做徒手训练行不行？我在家里面用5公斤的、10公斤的哑铃行不行？我们用多大的重量算力量训练？做多大的强度算力量训练？这个给大家分享第二个原则，我们做力量训练的第二个原则。渐进超负荷的努力，渐进超负荷就是逐渐的、不断的增加，渐渐的、慢慢的增加你的这个训练强度、负荷强度，你才能持续进步。这个逻辑就好比我们上学一样，你想要学习更深的知识，你是不是需要不断的升级？我小学学完了，我学初中，初中学完了学高中，高中学完了学上大学。我们的不同的内容，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要不断的学习更深的知识。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训练强度也是绑定的。我只拿10公斤的哑铃练，那你就只能在这个10公斤的哑铃所达的肌肉上限。你拿10公斤，别人拿20公斤，能在同样的动作质量的情况下，那人家一定肌肉比你大。你能用更重的重量去做训练的时候，在动作不变、在动作标准的情况下，那你的肌肉一定就能发展。你锁定在这个强度，就好比说，我只上小学，然后等我到成年了，你直接给我大学的文凭行不行？那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家里面练徒手动作行不行？我在家里面练这个哑铃5公斤的、10公斤的哑铃行不行？如果说现阶段它是你做不到的事情，那你去做，它就是能使你进步。如果你做这个事儿你已经能做到了，它就没有办法让你再进步了。小学的课本你学完了，你再接着学，你也不如直接去升初中、高中，明白吗？这个力量训练的2个原则，第一个一定要进行分化训练，第二个渐进超负荷。听懂的扣个1，我们接着往下总结力量大概的大体描述完以后，我们讲有氧要不要做。感谢关注啊！没有点关注兄弟们点关注。不加重量加数量也不行吗？哎，这是一个好问题，稍微停留一下讲一讲。不加重量的情况下，我加数量行不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不进健身房，我俯卧撑一口气做15个了，然后我把它去加到20个、50个、100个，我能不能进步？能，但是进步的是哪儿？不是肌肉。进步的是哪儿？不是肌肉。你可以进步你的体能，你可以进步你的耐力表现，但是跟肌肉无关了。我们做这个，你想要长肌肉维度，你想要长这个块儿，那就不是去练体能的，就不是去练体能的。你设想一下，如果说我是练短跑的，我练100米的啊，但是我现在我觉得100米太累了啊，爆发力太累了，我去跑这个5公里、10公里，我去天天跑马拉松，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让我的这个100米成绩提高？它俩是2个东西，你练啥就是练啥的。如果你是为了练块儿，为了练肌肉形体，那你就不要去进行这种一组长达20个、30个、50个这样的训练，那种你可以增加你的体能，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肌肉块，不会对于肌肉的破坏、肌肉维度的破坏不是一个高效的手段，它是2个事情。你能一口气做50个俯卧撑，你不如去背个包负重一些重量，一口气做10个，对于肌肉来说进步会更强一些啊。当然你说你就是练体能，那也没啥问题啊。那你说我就是想练体能，只要你所要的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就行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啊，有氧减脂需不需要做有氧啊？力量训练这么重要，力量训练这么大的好处，那我们是不是只做力量训练就行了？
觉得减脂需要做有氧的扣1，觉得减脂不需要做有氧或者不要做有氧的扣2。这个也是在网络上这个争议话题比较大的，很多减肥主播告诉你减肥不要做有氧，告诉你做有氧掉肌肉，提高皮质醇，分解氨基酸，分解这个肌肉合成脂肪。我都抬不起来了。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相反的人则告诉你，不是说告诉你吧，而是在另外一部分相反的人里面，有氧在它的这个整体的生产管理里面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甚至是有可能1天2次有氧。那到底有氧需不需要做？它的好处跟坏处有什么？首先我先说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想要瘦的稍微容易一些，想要体重和体型变化相对效果明显一些，把有氧安排到你的饮食计划里面是合理的，是一个加分项，是一个该做的事情。先说有氧的好处，我们一会儿讲坏处，或者说有氧那个大家所反映的那个有氧的坏处到底是否存在。有氧的好处，第一，今天你有做这个40分钟有氧50分钟有氧，你就有一个消耗，你只要练了它就有一个额外消耗，这个消耗就可以让你今天热量缺口稍微做的容易一些，这个是最为简单的一个逻辑，你动了它今天就有消耗。第二，有氧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线粒体活性的，在你有热量缺口的情况下，你的线粒体活性高，你的脂肪转换率就高，转换出来的效率就高，这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东西啊。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搜索一下线粒体活性，这是我们脂肪想要转换出来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而有氧就可以很直接很高效的提高我们的线粒体活性。第三，有氧是去改善我们的内脏脂肪最有效的手段。我们现在所说的胖瘦都是在说形体，就是在我们能看到能捏到的肉，但是我们还有看不到的肉，内脏脂肪。如果你真的肥胖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甚至你已经可能因为肥胖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应该会听过，或者大部分人我们应该会听过脂肪肝这个词儿。脂肪肝这个疾病，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内脏脂肪过高，堵塞了我们肝的正常运作导致的。那像这种情况，你想要改善的话，整体的减脂再去加上有氧的情况下，它会更高效一些。这样的手段会更高效一些，这是做有氧的好处。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告诉你减肥不要做有氧，告诉你做有氧掉肌肉，做有氧会提高皮质醇，这是理由。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句话是非常不完整的，这句话它应该更准确的去描述是什么？过度的有氧会提高皮质醇，分解肌肉，分解氨基酸。再往上延伸一下，是过度训练会提高皮质醇，分解肌肉，分解氨基酸。你哪怕不做有氧，但是你做力量训练非常邋遢，一次力量训练练3-4个小时，那你的皮质醇也会爆炸。我们一定是先做力量后做有氧啊，这个顺序一定把它切换回来。然后，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皮质醇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害怕掉肌肉的，这个想要减下去的，你就需要了解这个激素。对这个激素没有概念的兄弟们扣个1，肯定是有一部分人知道，现在不知道这个激素的扣个1。就是你想要瘦，或者说你想要胖，你都需要去了解这个激素，因为它在这个体型里面，我们身体内部确实有影响。早上做有氧，下午做力量行不行？很行，非常好。皮质醇是作为一个压力激素，它可以在你遇到危机的时候，让你的这个注意力更集中，让你的这个就是饥饿感得到缓释，让你可以更有集中的注意力去做你眼前该做的事儿。但是它的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分解氨基酸，合成脂肪，来保你的命，可以存活更长时间。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生存压力，我们现在是想要瘦，
但是这个激素升高的情况下，不是升高，是这个激素爆炸的情况下，它在不该升高的时候一直高的情况下，它就会分解氨基酸，就是我们所说的掉肌肉，然后合成脂肪，嗜糖嗜盐导致人水肿。但是这个激素，我们能不能可能没有它？不能。你如果身体没有皮质醇的话，你早上睡你根本就不会睡醒。你早上睡醒的时候就是你的皮质醇最高的时候，这个激素不升高，你的脑袋没有办法清醒。你想要去做什么，集中注意力去做应对考试的时候，应对什么事件的时候，需要大脑快速发展的时候，快速运转的时候，你的皮质醇都需要升高。不升高的话，你的身体整个就处于一个懒散状态。那这个压力激素在什么情况下会升高？我们不希望我们在身材管理期，我不希望这个激素让它过度升高。那这个我们什么情况下会影响的？我们都在讲的是有氧掉肌肉，但是实际上是过度训练。因为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面临一个身体的压力嘛，这个压力激素也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你的压力激素也会升高。所以不要过度训练。我们一会儿会讲过度训练尽量怎么安排啊，怎么不要过度，我们一会儿讲。先接着讲第二个因素，当你这个面临很多精神压力的时候，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让你心跳加快，非常紧张的时候，这个激素一定会升高。你遇到一个非常伤心的事儿的时候，这个激素一定会升高啊，那就是我们情绪的自我调节了。然后我们熬夜，我们这个喝8+1，这种都会导致这个激素的过度升高。所以如果你在身材管理期，我们需要去管控我们的睡眠，管控我们的饮食，还有刚才漏说了一个点，节食。在你节食的时候，这个激素也会过度升高。不要节食，不要熬夜，尽量少喝8+1。然后我们的训练不要过度，这都是我们预防这个皮质醇天天爆炸、实时爆炸的一个要做的努力。然后我们在掉肌肉这个事上，还要再去兼顾上你的力量训练和蛋白质的摄入、碳水的摄入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来整体的预防我在减脂的时候少掉肌肉。那这个我们回归到有氧上，有氧掉不掉肌肉？不是有氧掉肌肉，是过度训练可能会掉肌肉。这个我们一次训练怎么算没有过度？如果在你的其他因素不考虑的情况下，如果你的生活本身处于一个高压的话，咱就另说了。在你的身体没有处于一个高压的情况下，我们每天训练力量训练1个小时，有氧40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训练值是很安全的。在这个时间内，你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可能的去增加你的重量，增加你的容量密度。这个最起码这个训练时间来说是很安全的。然后每周必须要有休息日，你不要说自我感动1周练7天。力量训练2个小时不太 OK， 我们一次有效的力量训练，80%的力量训练强度都在前半个小时，后半个小时可能就是为了做维持了。你1个多小时以后，你身体的肌糖原早就消耗殆尽了。2个小时力量训练不怎么 OK。然后我们，但是帮大家去补一个知识点，补一个话题。我们说了那么多掉肌肉。那这个掉肌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是我这块肌肉就直接抠出来一块没了，我这儿本身它是个圆的，然后这块直接抠下来没了。掉肌肉是这样掉的吗？我们不会让你的肌细胞直接消失掉，我们的肌肉不会真正意义的离开你，但是我们的肌肉会缩水，我们的肌细胞会缩水。缩水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肌肉块明显的这个就是视觉效果变小了，这是我们所谓的掉肌肉。其实就像你在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肌肉会充血，训练过程中你的肌肉明显变大，但是训练结束了它又会慢慢消下去，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反应。就是当你掉肌肉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你的肌肉视觉效果面积稍微做了一个这个缩水。但是等你的训练强度和饮食跟上的时候，这部分肌肉就会恢复活性，再恢复回来。所以不要去非常担心你掉肌肉这个事情，我们的肌肉只会失去活性，失去水分，但是它不会完全的离开你。为什么很多老手复训
就是我曾经有过很强的这个训练痕迹，但是我因为种种原因我不练了，然后我就是肌肉快掉没了，就是这个人已经看不出来什么训练痕迹，但是他恢复起来会很快，就是这个原理，我们肌肉不会真正离开你啊，它是只会失去水分，对，也可以大家理解的这个肌肉记忆啊，这是。所以对这个事情不要过度的害怕，很多人担心在减脂的时候掉太多肌肉。我们首先你把力量训练做到位，把蛋白质吃够，把碳水及时补充。梦琪看门口。然后这个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尽可能在减的时候保留你的肌肉量，同时真正有一定的不可豁免的肌肉流失的情况下，等你进入到增肌期，一吃一练就恢复回来了。所以不要有太多的这个焦虑。然后我们往下进行一个问题的探讨，非常人多爱问的，那我能不能在减脂的时候同时长一点点肌肉？我能不能在体重不变的情况下，我的脂肪变少，转换成肌肉？我能不能增肌减脂同步进行？大家觉得能的扣个1，觉得不能的扣个2。手臂骨头在那疼，说明你的塌腕了，造成这个 TFCC 的这种风险了。觉得可以减脂增肌同步进行的扣1，觉得不能的扣个2。1个小时包含热身和拉伸吗？可以包含。这个东西热身和拉伸占据时间不会那么长，如果你拉伸比较到位的话，你就别包含。这个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增肌和减脂能不能同步进行？在持续发展性上来说，不能；在持续发展性上来说，不能。但是如果你是老手复训，或者你在刚刚开始锻炼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在减脂的时候恢复你曾经原有的肌肉量，在短期来说，视觉效果上达到增肌减脂同步进行，但是这个是不具备发展性的，不具备持续发展过程的。你再接着，我的脂肪越来越少，我的肌肉越来越大，而且是我曾经没有过的肌肉量，那这个普通人真的就达不到了。我们高效的增肌一定是需要有热量盈余的，就跟我们要存钱一样，我必须得保证我的收入大于我的支出，我才能存下来钱。你想要增肌的话，你必须得有热量盈余；你想要减脂的话，你必须得有热量亏空。这两个事情是冲突的，除非你在利用你的肌肉记忆去做一个恢复，那个是可以在你热量缺口情况下也能达到的。如果你想要持续发展，你想要持续的进步，我的身材越来越好，那是一定要把增肌和减脂分阶段进行的。在减脂的时候，保证好你的训练强度、肌肉量，尽可能的以脂肪掉的为主；在增肌的时候，尽可能的以发展肌肉为主，少吃过多的垃圾热量，让你的脂肪无限的增长。把这两个分阶段进行，一个阶段的话，一般都是3到6个月进行一次切换。我增几个月，然后我减几个月，增几个月减几个月，你的身材进步才能高效。持续体重不变的话，你的身材不会有啥很大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90%的人健身体型没有变化，是因为他的体重基本上就没有动过，他没有明确的热量盈余，也没有明确的热量亏空，那你身体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增肌或者减脂的信号，它都没有办法持续的进步。这个是一定要去理解的啊！你想要体型有个好的变化，你的体重一定是来回变的。我增肌期就是往上涨，我减脂期就是往下降，把它分阶段进行。先减还是先增？如果你想要腹肌，那你就先减。如果说你的肚子比较大、比较肥，那你就先减。如果你特别瘦，你就先增。但是你需要增减，这样最终留下来的可能有一定的肌肉量在你身上，然后又处于一个比较好的DP的状态。哎，我来这个短时间的呈现出来这个好的效果。你的特别低的皮质率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啊！这个在刚开播的时候我就有讲过这个话题，讲过这个问题。好。训练和增肌减脂，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了。我们一直在听的兄弟们，帮我在评论区扣个1，我看还有多少人在听。我们要不要接着往下讲饮食？减到多少合适？减到你的
体脂率比较满意，减到你的腹肌状态你比较满意的为止，然后再往上增。没有点关注兄弟们点关注啊！线下从事健身教练8年，转战发展线上，每天下午3点，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帮大家免费的去分享一些这个训练饮食逻辑，这个常见的健身问题，帮大家去做一些总结。减的时候也要做力量训练啊，减的时候也要做力量训练。我们刚才花了大半个多小时都在讲训练，那我只训练我能不能瘦？我需不需要饮食的配合？是训练更重要还是饮食更重要？觉得训练更重要的扣1，觉得饮食更重要的扣2。怎么算热量？这个东西你需要去对挨个食物进行一个了解。在健身减肥这个事儿上，一直有一句比较流传比较广的话，叫做3分练7分吃，3分练7分吃。在于减重和减脂这个事情上来说，在于体脂下降上来说，饮食控制一定是更占据大的重点，因为我们热量摄入跟热量消耗的难度不一样。这个就好比我们挣钱跟花钱一样，挣钱很难，花钱很容易。我们去吃东西很简单，但是热量消耗出去很难。如果没有基础代谢，我们每天吃的饭，你想靠运动把它消耗出去，那你真得累死。你一天5、6个小时、7、8个小时，你也不一定把你能吃的一天的饭给消耗出去。所以我们在减脂的时候，一定需要控制饮食的。那我们的饮食该怎么吃？我是一直饿着吗？这也是一个很多小白常见的一个误区。我是不是只要一直保持一个饥饿感，我的饮食做的就是有效的，我就能瘦？觉得是的扣个1，觉得不是的扣个2。我饮食这么重要，吃东西热量那么高，那我是不是就一直饿着就好了？我们在减脂的时候，确实难免会有一定的饥饿感，但是这个饥饿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真的保持饥饿感一定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会饿过头，饿过头以后你也就不饿了。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我们去摄入吃东西的时候，有很多饮食方面的技巧。我们吃不是说吃啥东西都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营养均衡这个词儿？为什么会有健康食物和不健康的食物？我们吃啥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它不只是热量的这个区别，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个饮食方面，3大功能元素碳、氮、脂、碳水、蛋白质、脂肪，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它呈现的对于你身体内部来说的条件都会不一样。还有膳食纤维、微量元素这种就是维生素啊这种东西，我们吃到身体里面反馈都是不一样的结果。我们要把该吃的东西吃够，不该吃的别吃，该控制的控制，我们才能把你的营养尽可能的分配合理，保证好你的结果，同时保证你的身体发展，少出毛病。那我们在减脂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吃的？我要饿了，我吃啥比较好？首先首当其冲的，第一个，蛋白质。你现在如果你有做身材管理，不管是你要减肥还是增肌，还是用各式各样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应该都有听过。减肥要吃点鸡蛋，要吃点鸡胸肉、鸡肉、牛肉、鱼肉、虾肉，有没有听过？有听过的扣个1，有听过的扣个1。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它有什么好处？会不会导致因为我吃蛋白质导致我长胖？大家先给大家做一些总结。首先，3大功能元素碳、氮、脂里面，蛋白质普遍热量比较低，而且它会优先的给我们的肌肉提供能源。就好比说，我们吃蛋白质是给你的肌肉发工资。先简单的这样抽象的理解，你想要保护肌肉、保护代谢，你的蛋白质必须要吃够。很多人听说过要吃点鸡蛋肉，但是它的蛋白质摄入可能是远远不足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换算，我拿70公斤做一个举例。70公斤，如果你想要尽可能的保护肌肉，或者达到减脂或者达到增肌的一个最优解的话，我们蛋白质尽可能的要吃到体重公斤数2倍，2倍蛋白质70公斤乘2就是140克，140克，如果是70公斤的人，你要大概听一下140克蛋白质你要吃多少东西，1斤的肉加上6个鸡蛋，1斤的肉加上6个鸡蛋，你才能吃够这个140克蛋白质。1斤的肉是100克蛋白质，然后这个6个鸡蛋是40克蛋白质。所以大部分人的蛋白质饮食摄入还是远远不足的。有一部分人会担心说，我吃蛋白质吃多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我吃蛋白质吃多了对身体的负担大不大？这个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中国饮食指南，就算是不健身的人，你想达到饮食合理、营养均衡，也要最少吃1倍的蛋白质。那你就再砍半斤的肉加3个鸡蛋。就算你不健身，你想达到营养均衡，你的分配也应该是半斤的肉3个鸡蛋这样的一个配比。当然了，我们鸡蛋里面的蛋黄可能不太适合吃那么多。我们肉的话是指的这个瘦肉啊，肥肉肯定不算，每天一整天。然后这是我们在减脂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东西。第二个，优质脂肪，我们反式脂肪肯定是需要避免的，但是优质脂肪是一定要吃的。优质脂肪都有哪些？鱼油、坚果、牛油果、橄榄油、紫苏油，这些都是优质脂肪。优质脂肪可以干嘛？优质脂肪决定了我们身体内部的槁的水平、火的水平，然后我们的代谢功能，尤其是脂肪方面的，我们身体内部出不出问题？我们身体一旦内部的激素或者功能代谢出问题，那我们就真得去做一个调整，你的身体才能持续发展了。如果我们身体内部的激素一旦出现紊乱了，你就算训练和饮食做得很认真，你也拿不到结果。因为我们的很多负面的激素，糖异生啊，然后这个皮质醇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当然，对于优质脂肪，它会优先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我们火的状态，身上的火的状态。你的火影响了你的腹部的肥胖，影响了你的关节的健康，影响了你生病不生病。然后这个槁的水平，很多男生对健身稍微有一定概念，他会知道槁的水平决定了你的增肌效率。如果你优质脂肪不吃的话，你的槁的水平就会下降。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吃优质脂肪的原因。还有没有？还有，我们减脂应该要吃的东西很多。还有什么？第三个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喧宾夺主的搞错这个侧重点的蔬菜里面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吃的东西。但是不要喧宾夺主，先把蛋白质、脂肪、碳水这个东西吃明白了，蔬菜配着去吃，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你不要说我碳氮脂都没有去讲明白，我光天天盯着菜去吃，那就分错重点了啊。那这些蛋白质我可以吃，优质脂肪我可以吃，蔬菜我也可以吃，这些东西你把它该吃的吃够了，你也不会有特别强的饥饿感啊。当然这些东西不太好吃，馋的话是难免的，嘴馋是难免的，这是我们应该吃的东西。那我们减脂的时候不要去吃啥东西？我们减脂的时候不要去吃什么东西？减脂的时候一定要少吃反式脂肪和油糖混合物，这些东西热量高，容易长胖，不好代谢，还容易导致我们身体内的火比较旺，可以说是大部分的这个导致我们发胖或者我们身体的一旦内部出问题，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去做一个减脂或者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的内部状态。这些是肯定需要少吃的。我们的主要控量吃什么？碳水，三大功能元素碳、氮、脂。我们这时候指的是单纯的碳水，油糖混合物刚才说过了啊。我们的碳水怎么吃？你能有概念了，能玩明白了。
你就可以基本的控制你的体重变化或者体脂变化了。因为该吃的不该吃的我们就讲完了，拿什么来做调整？增肌和减脂期的区别，主要就看碳水，我们先总结一下什么是碳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表一下你们知道的碳水都有哪些。我们先把碳水总结完整了，然后我们再讲碳水该怎么吃。酒精，我们中国饮食指南对于酒精的建议摄入量是0，本身代谢酒精就需要你的皮质醇升高，本身代谢酒精就需要你的这个睾的水平降低。我们的碳水，馒头、米饭，这种主食，面条这种主食，加上所有的粗粮的玉米、土豆、红薯、燕麦、南瓜、芋头、山药这些粗粮的高膳食纤维的，但是它也属于碳水，燕麦这种都属于碳水。还有一个大的类别就是水果，所有的水果也是碳水，这个是很多小白容易搞迷糊的一个事儿。很多人说我不吃饭不吃主食，我光吃水果，为啥我还长胖？因为水果也是碳水，而且从糖原的角度上来说，水果比这些你去吃这些饭更容易长胖啊！把这个侧重点，把这个一定要有个概念。为什么小糖人控糖的话都是先去控水果？因为果糖比你去吃饭更可怕。干净的碳水对比水果来说，水果更可怕。对于碳水和长胖这个角度上来说，当然了，水果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我们在合理的时间段也是要吃水果的啊，也应该去摄入一些营养均衡，摄入一些水果，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代替所有的主食去吃。好，我们接着往下讲。为什么讲碳水是控制我们体重体型的一个最主要变量？因为碳水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合成激素、胰岛素，合成激素合成一切。你不管是想要这个长肌肉，还是你想要长胖，还是你想让你的身体的代谢和肌肉进行一个恢复，你都需要合成激素。所以我们什么时间段吃，决定了你的碳水是补到肌肉里面还是补到脂肪里面。我们肯定是希望把营养补到肌肉里面，那我们的碳水该什么时间段吃？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表一下意见，帮大家做总结。没有点关注兄弟们点关注啊！线下从事健身教练8年，转战发展线上，每天下午3点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关于减脂、关于训练、饮食的底层逻辑，帮大家去做一些经验分享。今天直播间人气没上去啊，一直也没啥人。给大家讲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也准备结束了啊。我们的碳水的最佳摄入时间是训练后，其次是训练前，让你的碳水为你的训练和你的基础代谢去做服务。然后如果在不训练的时间段，尽可能的早饭去吃。如果你不锻炼的话，确实晚上应该少吃碳水，但是如果你锻炼的话，晚上前后吃，把白天你的碳水压制好，压制低。我们的碳水吃什么东西？训练后，因为需要快速升高我们的合成激素，需要摄入快碳，非常好的食物的快碳，馒头、米饭，或者你去喝个米粥，然后糙米饭、全麦吐司这种都可以。香蕉的话，它是一个果糖，就是香蕉从这个练后补充肌糖原的角度来说，不是啥很好的选择。如果你不吃，你说我啥都不吃，那你吃个香蕉也是好的。但是如果对比吃饭的话，香蕉不是啥好的选择，因为香蕉果糖走的是我们的肝糖原，我们的这个水果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反馈是不同的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什么面条的话是容易碳水过量，而且你容易去配着吃别的东西，就是一些我们训练后不需要的营养素啊。然后这个如果说我在这个不训练的时间段，或者说是我的训练前或者早上的话，尽可能的去摄入慢碳，玉米、土豆、红薯、燕麦、山药、芋头、南瓜这些高膳食纤维、低升糖值的这些慢碳，在你非训练后的时间段去做你的碳水补充。如果你在想吃碳水的时间段啊，你说我就比如说我中午我想吃碳水，那就尽可能吃这些慢碳，能不吃的情况下尽量不吃。如果你在减脂期的话，那我们的碳水吃多少？
减的话，日常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每周体重下降1%左右的数据啊，每周体重下降1%左右的数据。然后我们的碳水吃多少？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做总结和调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训练水平不同，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运动表现不同，激素也不同，我们对于糖原的反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个数据的测试，比如说拿个2倍或者3倍碳水去做一个测试，我去把我的日常的饮食进行一个量化，根据我的身体结果，如果说我体重下降过快，而且我每天已经头晕眼花了，没有精力去应对工作和生活，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碳水再适当的拉高一点点。如果你体重连降都降不下来，然后你每天也不觉得累，不觉得饿，那你的碳水肯定是吃多了，再稍微往下减一减。只要你的身体给你一个正向反馈，在不影响训练的情况下，你的体重有一个下降，有个好的变化，那你就可以先继续。什么时候减不动了，什么时候再调整。饿只能说明你吃的食物比较少，你吃的东西对不对不一定，你有没有热量盈余也不一定。这个在直播间前面有讲，你来晚了啊。没有点关注兄弟们点关注，每天下午3点在这个直播间关于减脂腹肌的底层逻辑帮大家去做一些经验分享。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要准备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朋友们。